敢打二嫂主意，我阉了你！你吃醋了吧？是不是爱上我了？滚！苏凤玲心跳加速，满脑子都是李龙林的影子。不会吧？我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？一定是被气的。骆玉竹回房，刚要脱衣，发现屋里坐着个人影。谁？大嫂，是我。穿越回大夏王朝，好消息，我成了酒皇子。坏消息，马上就要喜提盒饭的那种皇子。睁眼就是牢房套餐，枕边不是美人，而是牢头。四周还回荡着苏家满门被灭的流言。前脚还在琢磨怎么享受皇宫 buff， 后脚就得考虑身后事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九皇子李龙林，冤屈要洗，命也要保，绝不让自己变成大夏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子。皇儿，饮了这杯鸩酒吧，娘陪你一起走。李龙林脑海中记忆翻涌，意识到自己穿越成了大夏九皇子，眼前的美妇是母亲柔妃。我刚穿越，还没享一天荣华富贵，就要死了，不行，必须活下去。你疯了！这鸩酒是娘跪了3天3夜才求来的，只为留你全尸，不喝就要凌迟处死啊！母亲为我苦求，最后只换来一杯毒酒。娘，孩儿不孝，但我还年轻，真的不想死。您再求求父皇吧。你父皇铁石心肠，无论娘怎么求，他都不会答应。你在军中胡闹，他能忍；杀良冒功，谎报军情，他也能忍。但你串通蛮族，害死苏家18将，苏老将军也战死沙场，这罪谁都容不下你啊！这是有人想拿我当替罪羊啊！我又没串通蛮族，这绝对是一场针对苏家和大夏的阴谋。李龙林摸向胸口，发现苏老将军临死前留的血书还在。这血书是我翻盘的唯一机会，但武帝疑心太重，贸然拿出来只会被当成伪造。现在朝廷只想找个背锅的，我就是最合适的牺牲品。难道我真的无路可走了吗？不，我还有一线生机。娘，您帮我带句话给父皇可以吗？只要这一句，我就有活路。你父皇心意已决，认定的事绝不更改。李龙林俯身在柔妃耳边轻舞，柔妃震惊，久久盯着李龙林，最终转身离去。明日一早将九皇子推出午门，凌迟处死。奴才遵旨。皇上，臣妾不是为皇儿求情，而是皇儿有句话要臣妾转告给您。说吧。皇儿希望临死前亲自去苏家赔礼道歉，任由苏家发落。苏凤玲性烈如火，老九若去苏家，只怕一进门就会被他一枪刺死。万岁爷，九皇子若死在苏家，不是正好吗？既能平息众怒，又不留世子恶名。你说的有理，魏勋，你亲自带老九去苏家，要杀要剐，悉随尊便。我只恨不能亲手杀了李龙林，为苏家报仇。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是魏勋，还有九皇子李龙林。好，他敢来苏家，我便让他有来无回。李龙林，受死！魏公公，救我！你要是男人，就站出来跟我一决雌雄。咱们把衣服脱了，雌雄自便，用不着打打杀杀的。你无耻！你无耻！凤玲，退下！你若伤了魏公公，就是给苏家惹下大祸。咱家见过苏老太君，许久不见，老太君身体可还硬朗？苏老太君在苏家和朝堂威望极高，连魏勋都不敢怠慢。魏公公，你带着奸贼来我苏家，是故意欺负我苏家孤寡吗？老太君，咱家凤凰命，九皇子主动要求来苏家赔礼道歉，皇上说了，要杀要剐，悉随尊便。赔礼道歉，苏家男儿全都死在了他的手里。皇上以为几句道歉就能平息天下怒火。老太君，皇上已将九皇子交由苏家处置。既然如此，你先跪下，磕10000个响头。这是赤裸裸的羞辱。魏勋皱眉，但不敢插手。磕头没问题，不过我想先给苏老将军上炷香。你别耍花样，上香是礼数，丫头你放心，
老身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老太君，你们苏家已是大难临头。你少危言耸听，苏家倒不了，大难临头的是你，是你这废物将苏家害到如此田地，老身一定杀了你。我承认我是废物，但你想过没有，就凭我能害苏家全军覆没，苏老将军那么精明，会被我蒙蔽？这是针对苏家和大夏的阴谋，我只是被卷进来的无辜受害者。你杀了我，苏家1个月内必亡。口说无凭，老身不信。这是苏老将军临死前的血书，你应该认得他的字。这字难道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血书内容虽简短，却直指苏家军覆灭另有叛徒，李龙林是无辜的。你为何不把血书交给皇上？知父莫若子，父皇多疑刚愎，不会信我。苏老太君沉默，心头一阵寒意，隐隐觉得李龙林并非是传闻中的废物。我和苏家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有办法找出幕后黑手，拯救苏家。什么办法？把苏凤玲嫁给我。你疯了，让老身把孙女嫁给你这废物，做梦！你那孙女是母老虎，我也不稀罕，关键是破局，幕后黑手就在我8个哥哥里。你说8位皇子里有叛徒？苏家军行踪只有皇子和少数肱骨之臣知晓，他布局如此，定是想谋朝篡位，弑父称帝。他要谋反，必须借苏家残兵之力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娶苏凤玲为妻，调动残兵杀入京师。苏家不怕死，但若成叛逆，老身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？老太君，你别无选择，只能相信我，按我说的做，只有我能救苏家。九皇子，还是你想的周全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李龙林终于说服苏老太君，但真正难关还在后面。李龙林走进前厅，苏凤玲和众女眷惊讶得毫发无伤。奸贼，你把我奶奶怎么样了？凤玲，退下！你这丫头太莽撞。老太君，九皇子相已上过了吧？您打算如何处置？凌迟还是斩首？皇上都不会过问。魏公公，老身有要事启奏皇上，还望您立刻回宫通禀。魏勋心头一动，猜测苏老太君要在朝堂众目睽睽下处决李龙林。咱家立刻回宫禀告皇上。武帝召开紧急朝会，满殿文武肃立，气氛压抑。北境几十万大军竟挡不住蛮族铁骑，蛮族已逼近京师，偌大的大夏竟无可用之将，废物！群臣勿震，大敌当前，贤良何在？父皇，儿臣有一计，可解京师之危。老六，你素来聪慧，有何妙计？蛮族强悍，唯有精锐之师可挡。父皇麾下10万御林军，精锐无匹，只要出战，定能击溃蛮族。御林军出征，朕也有此意。张百征明日率10万御林军出战，若败，提头来见。臣领旨。群臣暗自庆幸，皇帝疑心重，兵权不交皇子，至少能稳住局势。皇上，苏老太君押着九皇子在殿外求见。宣，赐座。多谢皇上。苏老太君有事请直言。皇上，您真的将李龙林交由老身处置，无论如何都不干涉。君无戏言，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逆子？如何处置九皇子，稍后再说。老身还有一事相求。苏家满门忠烈，为国捐躯，尽管说。苏家男丁尽亡，只剩妇孺，孤苦无依。老身希望皇上赐婚，将孙女苏凤玲嫁给皇子。赐婚，你可有合适人选？皇上，赐婚苏家，再杀九皇子，民愤自消。云，哪位皇子愿娶苏凤玲？自己站出来。 8位皇子面面相觑。苏凤玲虽美，却性烈如火，况且苏家也已无权势。儿臣愿为父皇分忧，娶苏凤玲为妻。好，既然你愿意，朕就为你做主。皇上且慢，老身心中早有合适人选，并非6皇子。那我倒要看看，谁能比我更得老太君青睐。请皇上赐婚，将我孙女苏凤玲嫁给9皇子李龙林。全场哗然。苏家不是恨李龙林入骨吗？为何要将孙女嫁给他？荒谬！除非你能说服朕，否则绝不答应。皇上，
老身确实恨李龙林，但杀了他太便宜。我要他当苏家女婿，为苏家当牛做马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您说过随我处置，皇上不可失言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将来不用背上世子的骂名了。好，朕做主，同意这场婚事。多谢皇上。父皇，这场婚约，儿臣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理由呢？老九犯下大罪，按律当斩。父皇如此包庇，不怕朝堂心寒？苏家都不追究，你急什么？老九是你亲弟弟，你就如此冷血？滚下去，好好反省。臣妾多谢皇上。起来吧，这次老九未死，非朕之功。不是皇上赦免了老九吗？不是朕，老九背后有高人相助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好自为之。若有下次，必死无疑。臣妾遵旨。李龙林沐浴更衣，脑中回忆北境往事，渐渐锁定幕后黑手六皇子李玄。李玄想害我，这次轮到你倒霉了。李龙林赶往苏家，刚到门口就听见院内吵闹。让我嫁给李龙林，休想！我现在就杀了他，为苏家报仇。姑爷，小姐正在气头上，您快避一避吧。娘子，你夫君回来了，还不跪迎？好贼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，受死！李龙林却闭目张开双臂，赌他不会真下杀手。怎么不动手？不会是舍不得我吧？呸！我不杀手无寸铁之人，拿起武器，咱们决一死战。你杀我就是谋害夫君，按律要进猪笼的。谁是你老婆？杀了你，我就浪迹天涯。别忘了，我是皇子，你杀我，苏家都得陪葬。你无耻！老太君，还是告诉他真相吧。苏老太君点头，带苏凤玲入书房细说真相。原来一切都是六皇子的阴谋，李龙林才是破局关键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六皇子谋逆的证据。怎么找？他和蛮族必有书信往来，肯定藏在书房，只要偷出来就是铁证。这么简单？不然呢？娘子，你有更好办法？再叫娘子，我真杀你！别闹了，凤玲，你身手最好，潜进去偷信不难吧？可我不熟六皇子宅子。我熟，我陪你去。夜深，苏凤玲夜行衣现身，李龙林却穿常服，毫无伪装。你到底行不行？娘子身材真好。你别扯后腿，给我望风。苏凤玲刚进书房，门外脚步声响起，情急下躲到窗帘后。老九坏我好事，我非要千刀万剐他不可。李玄忽然发现窗户没关，走近查看。苏凤玲屏息，心跳加速。殿下，九皇子求见，让他进来。六哥，我知错了，不该抢你女人。父皇赐婚已定，六哥不怪你，你回去吧。那母老虎太凶，我明天就休了它，献给六哥。不用了，六哥不稀罕，你走吧。中计了。李玄召来心腹孙广孝，准备起兵造反。苏凤玲狼狈归来，李龙林悠然喝茶。你差点害死我！要不是我，你早被老六抓了，还不谢我？你还说要休了我？凤玲，书信呢？没拿到，差点被发现。你失手，是你笨，我得手了。有了这铁证，明日朝堂，老六必死无疑。但他肯定会狗急跳墙，明天就会造反。京师兵力空虚，六皇子若真造反怎么办？老太君，苏家军虎符可在你手。在。你要虎符做什么？这虎符正是逆转乾坤的关键。苏家唯一的生路就是持虎符求援，引残兵入京平叛。但六皇子肯定会设伏，这趟路九死一生。唉，可惜我老了，若年轻50岁，平叛易如反掌。可惜啊！不是还有我吗？我可以持虎符去通知残兵。你靠谱吗？我再不靠谱，也比你强。别忘了，是我拿到书信。
你却失手，还打草惊蛇。别吵了，凤玲虽然莽撞，但也别无人选，就让她去吧。既然老太君开口，那就让你去。丫头，五福还没拿呢。老太君，您这孙女可真不拘小节。她自小从军，性子直些，其实心地善良。她武艺如何？这趟太危险了。一般般吧，也就勇冠3军，万军中取敌将首级。李龙林心头一紧，暗存以后可得嘴下留情。李龙林，你等着，看姑奶奶怎么让你刮目相看。杀！众卿平身。有本要奏的，速速上前。父皇，昨夜有贼潜入儿臣书房，窃取机密，请彻查。可见贼人面目？未曾看清，但定有皇子指使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老九，你莫胡闹！儿臣不是胡闹，偷6个书信的贼就是我。你一心寻死，来人，拿下！父皇，儿臣还有话说。昨夜我去6个书房，无意见到一封署名扎尔巴的书信，趁6个不被偷走。扎尔巴可是蛮族大将。老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老九胡说，信不是他偷的。6哥，你刚才说被盗，现在又否认，这可是欺君大罪。扎尔巴的密信就在我手里。不可能，密信不可能在你手里。那密信该在哪？自然藏在暗格里。老九，你敢诈我？我就是诈你，你能怎样？魏勋，去把6皇子家的密信找出。老九，没想到我会败在你手里，不过你们都得死。6皇子起兵造反了。末将来迟，让殿下受惊，还请赎罪。无妨，一切都在朕的计划之中。6皇子，你敢谋逆？朕是你能叫的吗？你就不怕遗臭万年？成王败寇，史书是胜利者写的。今日政变成功，你们都得死。放箭！万岁爷，6皇子造反，奴才护送您走密道。不必，天子守城门，君王死社稷。朕若逃走，如何面对天下？9个儿子，一个比一个废物，谁能托付江山？老九，你6哥要杀你，你不怕吗？为何不逃？父皇，有您在，儿臣不怕。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儿臣愿与父皇并肩作战。好一个上阵父子兵！不过你的武艺一般，退到朕身后，朕来护你。父皇，咱们不必退，6个杀不进来，他已到此为止。为何如此有信心？父皇您看，苏家军护驾！杀！杀！杀！此女是谁的部将？父皇，她是儿臣的未婚妻苏凤玲。苏凤玲，这是你的布局？凑巧而已。孙将军，去杀了苏凤玲，振奋士气。区区一个女人，不需10合，必斩于马下。苏凤玲，受死！来得好。这就是苏家神枪吗？众人倒吸凉气。苏凤玲意气冲阵，杀出血路，直抵金銮殿前。皇上，末将苏凤玲率苏家军护驾来迟，请皇上赎罪。你来得正好，苏家有女出养成，力拔山兮气盖世。苏凤玲听旨，剿灭叛军，重重有赏，反抗者杀无赦。苏家残兵士气大振，800死士溃不成军，叛军死伤大半，胜者跪地投降。皇上，臣不要赏赐，只愿率残兵征战北南，为苏家正名。当今朝堂上的武将，大部分都是苏家嫡系。若苏凤玲死在战场上，断了苏家最后一点血脉，说不定会引起军中哗变，到时候北蛮趁虚而入就麻烦了。臣愿为皇上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。吾等愿为皇上死战，肝脑涂地。你们觉得呢？儿臣附议，没有意见。武帝无奈，正欲答应。父皇，苏凤玲为国请战，而臣岂能落后？愿与他一同出征北境，为天下人做表率。
父皇，苏凤麟为国请战，而臣岂能落后？愿与他一同出征北境，为天下人做表率。你疯了？你不是一向怕死吗？这次不一样。老九，你真要和苏凤麟一样，封将率兵出征北蛮？正是，儿臣心意已决，还望父皇成全。好，既然你铁了心要赴死，那朕就成全你。大婚之后，率1000苏家残兵前往北蛮。臣多谢皇上。父皇只给我1000残兵，岂不是白白送死？儿臣想请父皇恩准，将苏凤麟和残兵赐为府兵，让儿臣招兵买马，重建苏家新军。等新军成军，再征北蛮。老九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建新军不过是痴人说梦，正好拖延北征。老九的提议，朕要好好想想，改日再议。现在先说六皇子的处置。大臣们群情激愤，纷纷请杀六皇子，皇子们也义愤填膺。老九，你怎么看？你也觉得老六该杀吗？禀父皇，儿臣认为六哥虽有错，却罪不当死。你在做什么？他害咱俩，你还替他说话？这是朝堂，你不懂就别乱说，小心惹祸。老九，你说说看，朕有什么理由不杀他？这里人多嘴杂，儿臣不便多说。随朕来。说罢，你为何替老六求情？因为六哥太蠢了。太蠢！父皇，六哥自以为聪明，其实愚不可及，不然怎么会因为我一封空白信，他就狗急跳墙，仓促造反？那要是他没上当呢？儿臣会说信封里有隐形墨水，让父皇派人搜查六哥宅邸，搜出兵甲死士，他反也得反，不反也得反。可他虽蠢，罪大恶极，难道不该杀？正因他蠢，父皇更不能杀他。如此蠢的人，能布局陷害苏家，连父皇都被蒙骗，可能吗？幕后肯定另有其人，老六只是替死鬼。若父皇杀了他，幕后黑手就能瞒天过海，父皇还会背上世子的名声。不过你也不聪明，明明有心机，却一直装傻，这是欺君之罪。儿臣知罪。八个哥哥太强，儿臣只能韬光养晦，苟且偷生。那你现在为何不装了？儿臣明白了，能保住我的只有父皇，只要父皇不要我死，谁也动不了我。好儿子，以后有什么事都别瞒着朕。父皇，原来您早已布局，稳坐钓鱼台。你做得很好，但别忘了，天底下没什么能瞒过朕。九皇子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虎父无犬子。可惜他年幼无识，朕若立他为太子，天下必乱。北蛮那边如何？北蛮南下，攻势凶猛，臣需立刻启程，但军饷3月未发，军心不稳，国库亏空，朕会想办法。父皇，六哥谋逆，理应抄家。抄家也填不满军饷窟窿。抄六哥家产，充作军饷。若让魏公公去，必能查出银子。武帝眼神渐亮，立刻召魏勋，让文武百官散了，御林军出征，军饷之事你去办，顺便抄六皇子的家，册封九皇子为征北将军，重建苏家军。奴才遵旨。李隆林刚进门，苏凤麟手持银枪，杀气腾腾地迎面走来。老太君救命！苏凤麟又要杀我了。你这丫头发什么疯？奶奶，这次你别拦我，我非杀了这狗东西不可。你又要杀九皇子，他迟早是你夫君。再说，今天你在白玉场上立了大功，皇上还要封赏你们，全是九皇子的功劳。我们拼死拼活，他突然跳出来摘果子，把功劳全揽了，还要让苏家当他的府兵，说什么重建苏家军。皇上答应了吗？这么离谱的要求，皇上怎么可能答应？肯定把他狠狠训了一顿，最后连赏赐都没了。九皇子，你这番好意我们心领了，可你这次确实弄巧成拙了。弄巧成拙？父皇已经答应让我重建苏家军了。苏家接旨。都怪你，要是苏家被你连累，我绝不饶你。九皇子也在，正好一起接旨。九皇子李隆林、苏凤麟评判有功，赐麒麟符，册封李隆林为征北将军，重建苏家军，钦此。而臣谢父皇隆恩。
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多谢魏公公，小小心意。九皇子给了咱家个肥差，这银子我可不敢收。多谢殿下在皇上面前美言，是臣后请殿下去天香楼快活。肥差，到时候你就哭吧。殿下，老身错怪你了，你是苏家的大恩人呐。恩人，我看未必。这也太漂亮了。九皇子，她是你大嫂骆玉竹，苏家产业都由她打理。九皇子的大名如雷贯耳，恶名更盛。你那些荒唐事，我3天3夜都说不完。那就别说了。大嫂，你刚才为什么说九皇子不是恩人？奶奶，皇上的圣旨当然是真的，可重建苏家军最重要的是银子，圣旨里可有说拨多少银饷？如今朝廷亏空，连御林军军饷都拖欠数月，皇上哪来的银子重建苏家军？皇上调拨银饷要走流程，等等看吧。小妹，你太天真了，只怕九皇子和皇上串通，用缓兵之计拖住咱们苏家，趁机与北蛮和谈，割地赔款。果然是奸贼。大嫂，你这猜测太离谱。你不信我，难道还不信皇上？说朝廷没银子是蛮族奸细放的谣言吧？乡野村妇估计都不信这谣言。你说我不如乡野村妇？大嫂，要不咱们打个赌，3日内父皇不仅能凑齐100万两军饷，还能再拿出20万两给我重建苏家军。如果我输了，项上人头奉上；我赢了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我赌了。武帝独自探望李玄，谢父皇不杀之恩。你不必谢朕，要谢就谢老九。若不是他求情，你早就人头落地。是他？你背后还有谁？说出来，朕保你不死。全是我一人所为，绝无他人。签字画押。父皇，这上面写我准备了100万两军饷，实际只有10万两啊。朕说是100万两，就是100万两。再废话，小心朕改主意。儿臣谨记。六皇子家中查抄出10万两银子，加上其他贵重物品，总共40万两。剥皮食草的刑罚你可听说过？六皇子家里明明有100万两，你只超出40万，剩下的去哪儿了？万岁爷，奴才冤枉啊！这次奴才绝无贪墨1两银子。万岁爷，奴才冤枉啊！这次奴才绝无贪墨1两银子。自己看，六皇子都招了，宅里藏了100万两银子。我也没贪那么多啊，这六皇子可把我害惨了。万岁爷，六皇子肯定是记错了，奴才真的只超出40万两。你还嘴硬？要不要朕把老六叫来跟你对质？朕说100万两就是100万两，少1两朕就抄你家。奴才有罪，一定是没找到密室，奴才再去掘地3尺，也要把银子找出来。朕不贪心，证词上100万两就是100万两。奴才明白。万岁爷，找到了，密室里果然有银子，加上其他物品，正好100万两，已经运进宫了，请皇上过目。这是100万两军饷，立刻运往前线，犒赏将士。这一战只准胜，不准败。有了军饷，将士们必定拼死搏杀，为国尽忠。张百征领旨离去，武帝心情大好。今晚朕要翻谁的牌子？是秦贵妃。改了，朕今晚要去柔妃那里。万岁爷，柔妃娘娘身体不舒服，您去见她怕是不妥。柔妃不舒服，那朕更要去探望她。起驾。万岁爷，您对柔妃娘娘如此偏爱，其他娘娘心里难免不满，会迁怒于柔妃娘娘。她在后宫本就日子难过，只怕以后会更不满。他们还敢咬朕一口不成？娘娘们不敢对万岁爷怎么样，却会害柔妃娘娘。你百般阻拦朕去见柔妃，莫非有其他缘由？奴才不敢，是因为今日九皇子入宫向柔妃娘娘请安，娘娘高兴，还让九皇子留宿宫中。武帝听闻李隆林孝顺，十分欣慰，觉得他颇有几分，遂命晚饭后召九皇子至养心殿谈话。李隆林推门进屋，柔妃激动迎上来：“皇儿，你来了。”娘，
你的腿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娘，这伤口怎么回事？为你向皇上求情，在养心殿外跪了3天3夜，膝盖磨破了，只是皮外伤，不碍事。儿子不孝，让娘受委屈了。您坐下，我来给您上药。娘，怎么哭了？是我下手太重了吗？不怪你，是娘想起你小时候摔跤，也是娘亲手给你上药。转眼你都长大了，还当了大将军。以前我们住长乐宫，娘种了好多花草，现在怎么住到水云轩了？水云轩也蛮好，人气旺，只是可惜了长乐宫的花草。算了，过去的事了。你们说实话，娘为什么搬到水云轩？九殿下，您被打入诏狱时，娘娘失势，被人欺负，最过分的是秦贵妃，她抢了长乐宫，连花草都给占了。娘娘性子柔弱，懒得争，就搬来了这里。秦贵妃，老六的生母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然。殿下，您千万别冲动，秦贵妃势力大，后宫有规矩，闹大了娘娘会更难度日。起来吧，宫里的规矩我懂，不就是玩阴的吗？谁怕谁？儿臣见过父皇，以后父子私下不必多礼。孝道不可废。老九，你真的长大了。你出的主意，朕已经凑齐100万两军饷，等御林军大胜，你既守宫。只有100万两？对啊，朕要的就是100万两。父皇，那儿臣练兵的钱怎么办？什么钱？重建苏家军初期至少要50万两。50万两，你当朕会点石成金？武帝后悔没多敲魏勋一笔，李隆林却笑着说要用银子做生意，自筹军费。50万两换一支新军，50万两换一支新军。父皇，这50万两银子，儿臣不白要，可以算您入股，以后每年给您2成分红，您觉得如何？老九，你真是孝心可嘉，朕太感动了。可惜啊，朕的小金库也快见底了，这50万两实在拿不出来。重建苏家军还是暂缓吧。父皇，您为国操劳，儿臣明白。其实我有办法凑齐这笔银子。你又想打魏勋的主意？不是魏公公，是六哥被抄家后还剩下一座宅邸，不如把宅邸交给儿臣处置，抵那50万两军费。原来如此，可那宅邸顶多值5万两，你说能抵50万两？父皇放心，儿臣自有办法。魏勋把六皇子的宅邸地契交给老九，让他变卖筹军费。奴才遵旨。听说你刚见了柔妃，她身体怎么样？要不要让太医去长乐宫看看？母妃前几日为儿臣求情，跪了3天3夜，膝盖都发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医干什么吃的？柔妃的腿要是留疤，朕要后悔一辈子。父皇放心，我已经亲自给母妃上药，应该很快就好。都是朕的错，朕这就去看看他。父皇，水云轩住着许多下人，环境脏乱，怕惊了圣驾。水云轩，柔妃不是住长乐宫吗？怎么会搬到那种地方？父皇还不知道，是儿臣多嘴了。柔妃一定受了很多委屈。李隆林走后，武帝叫来魏勋问话。难怪你百般阻拦朕去见柔妃，原来她被赶到了水云轩。你这是打朕的脸！万岁爷，奴才真不知道柔妃娘娘搬去水云轩。你是大内总管，说不知道，要朕治你失职之罪吗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你不过是个太监，不敢自作主张。说实话，是谁指使的？是秦贵妃。又是她，摆驾长乐宫。魏勋心惊胆战，只能跟着武帝前往长乐宫。皇上这么晚才来，可让臣妾好等。朕本不打算来，是听说你抢了长乐宫，把柔妃赶到水云轩，朕倒要看看你这蛇蝎毒妇有多猖狂。皇上，臣妾没有抢，是柔妃主动让出来的，魏公公可以作证。魏勋，是这样吗？万岁爷，奴才只是下人，一切都是秦贵妃吩咐的。朕在问你，
是不是你抢了柔妃的长乐宫？皇上心里只有柔妃，就算我抢又如何？他凭什么住这么好的宫殿？论家世、相貌、才学，我哪点比不上他？都是你偏心，才让后宫不宁。你连柔妃一根毛都比不上。母凭子贵，柔妃有个好儿子，能为朕分忧解难。你的儿子谋逆造反，朕本该杀了他，你还知错不改，欺辱柔妃。你真要逼朕杀了老六才甘心？你连柔妃一根毛都比不上。母凭子贵，柔妃有个好儿子，为朕分忧解难。你的儿子谋逆造反，朕本该杀了他，你还知错不改，欺辱柔妃。你真要逼朕杀了老六才甘心？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求您看在夫妻情分上，饶了臣妾这一次吧。朕懒得跟你废话，立刻收拾东西，滚出长乐宫。再敢找柔妃麻烦，小心老六的脑袋。后宫要变天了啊！秦贵妃不敢耽搁，连夜收拾行李，搬离长乐宫。魏勋亲自来请柔妃回长乐宫，柔妃坐上软轿，神情恍惚。春桃秋叶，本宫是不是在做梦？秦贵妃居然主动让出了长乐宫。娘娘，这肯定是九殿下的功劳。春桃秋叶把李龙林昨日的话告诉柔妃，柔妃听后泪光闪烁。皇儿，你终于长大了。秦贵妃越想越气，叫来四皇子李治。母妃，您找我有急事？还是老六的事。老六谋逆，父皇本该杀鸡儆猴。母妃，您别太心软。老四，他是你亲弟弟啊，你就不念手足之情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若他造反成功，会留我性命吗？不过母妃别担心，父皇没杀他，就还有机会，我会找时机救他。那就好。若无他事，儿臣告退。等等，小心老九。老九那废物，不足为虑。李龙林一进门，见苏家女眷全在院中，气氛凝重。我好歹也是苏家姑爷，用不着做这么绝吧？少废话，你跟大嫂的赌局输了，今天我要取你狗头。凤玲，别胡说，让你大嫂说。3日之期已到，20万两银子呢？银子没有，命有一条。果然如此，皇上没打算重建苏家军。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真要我的脑袋？这3天我变卖了苏家商铺，凑了5万两银子，你先拿去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就算苏家倾家荡产，也要重建苏家军。玉竹说的对，不够就卖宅子，哪怕流落街头，也要负我河山。你们怎么能卖苏家给李龙林？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？奶奶怕你不同意，把事闹大。我当然不同意。李龙林这废物，赌局输了，你们还给他银子。小妹，你误会九皇子了，他其实挺靠谱的。大嫂，你疯了，他明明输了。赌局其实只输了一半。3天内，皇上真的凑齐了100万两军饷。真的吗？消息刚从宫里传出，绝对错不了。而且帮皇上出主意的人就是九皇子。不会吧，他不是废物吗？你不懂，这正是九皇子的高明之处。殿下，我说的对吗？骆玉竹竟能猜到我的谋划。大嫂，这5万两我不能要。嫌少吗？我会再想办法。不是嫌少，是咱们的赌局我没说。既然皇上册封我为征北将军，重建苏家军，理应朝廷出钱，怎么能让苏家妇孺变卖家产？你这是在打皇上的脸啊！不是嫌少，是咱们的赌局我没说。既然皇上册封我为征北将军，重建苏家军，理应朝廷出钱，怎么能让苏家妇孺变卖家产？你这是在打皇上的脸啊！殿下，你的话我不明白。很简单，这笔银子我九皇子一个人出，而且不是20万两，是50万两。殿下，别开玩笑了，你刚才还说皇上没给银子，难道是在消遣我？我消遣谁也不会消遣你。父皇没给银子，但给了我一样东西，能换50万两。什么东西能值这么多？不会是传国玉玺吧？6皇子的府邸。你就吹吧，一座府邸能卖50万两，骗鬼呢？6皇子的府邸再好，也就5万两，还是有价无市。你说50万两，未免太夸张了。那敢不敢再跟我打个赌？我要真能卖出50万两，你就当我的贴身秘书。贴身我懂，秘书是什么？秘书就是帮我办事，差不多就是丫鬟。
你找死！让大嫂当你丫鬟，那殿下要是输了呢？我也给你当贴身秘书呗。你一个废物，谁稀罕你？这赌局我接了。小妹，你不懂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，我也要重建苏家军，为苏家忠烈报仇雪恨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的目标一致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，我一定尽力。我确实要大嫂帮忙，不过这里太吵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行，你跟我来。殿下，你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苏家世代镇守北境，底蕴深厚。你卖了9成商铺，才5万两银子，是不是有人趁火打劫？明人不说暗话，苏家现在到了生死关头，这5万两已是全部家当。偌大苏家只有5万两，这点银子撑不了几天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苏家本来家大业大，哪怕只剩5万两，也够我们孤寡一生无忧。但现在这点银子只能撑3个月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才把全部家当交给你，赌一把。3个月花5万两，我这个京师有名的败家子都做不到。北境一战，苏家满门忠烈战死，只剩1000残兵。可他们的遗孀和遗孤谁来照顾？朝廷的抚恤金一文未发，全靠我们苏家自掏腰包。父皇明明下了圣旨，怎么会这样？朝堂的事哪是一道圣旨就能解决的？抚恤金迟迟不发，将士家属等米下锅。我不能坐视不理，更不想让他们怨恨皇上。大嫂，这段时间苏家一直在以朝廷的名义发放抚恤金，这是老太君的意思，小妹还不知道。大嫂，我替父皇谢谢你。苏家的情况我明白了，9成商铺才卖5万两，是有人故意压价。没错，就是京师8大商行。8大商行，区商人敢压苏家的价。8大商行其实归8位皇子所有，要不是他们巧取豪夺，6皇子哪来的银子造反？8大商行其实归8位皇子所有，要不是他们巧取豪夺，6皇子哪来的银子造反？你虽然废物，但比你那8个哥哥干净，所以我才敢把苏家的全部家当交给你。大嫂，你放心，苏家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老太君那边你也别担心，一切交给我。这9皇子真是没听懂重点，苏家现在需要的银子100万两都不够，他一个空头将军能做什么？你把8大商铺的掌柜都叫来，就说苏家有宅邸要卖，剩下的看我表演。好，我去安排。8大商铺的掌柜闻讯赶来，厅内只摆了几杯薄酒，气氛寒酸。掌柜们却暗自得意，觉得苏家已经山穷水尽。苏家连祖宅都要卖了，看来真是撑不住了。风水宝地啊，谁抢到谁赚。9皇子驾到，讨民参见9殿下。银票都带够了吗？9殿下放心，咱们8大商铺联手，半个京师都能买下来。奸贼，你凭什么卖我苏家的祖宅？我杀了你！李龙林一愣，心里直叫糟糕，忘了跟苏凤玲解释。男人谈生意，女人少插嘴。在那，小心家法。你敢！苏凤玲，你看清楚，我卖的是6皇子的府邸，跟苏家祖宅没关系。小妹，你太冲动了。丫头啊，你这急性子，叫我说你什么好？好。大夏上午，气氛太沉闷，让皇子妃舞枪活跃下气氛，大家没被吓到吧？皇子妃果然巾帼不让须眉，那枪杀气逼人，佩服佩服。苏凤玲被夸得更不好意思，朝李龙林看了一眼，心里竟有点感激。让你舞枪，你愣着干嘛？舞完了还不下去，杵着干嘛？去看大门，别耽误正事。李龙林，你有种，等着瞧。9殿下玉女有术，佩服佩服。好了，正事要紧。6皇子的宅邸，谁愿意出价？不是卖苏家祖宅吗？我们都是冲着祖宅来的。我只说卖宅邸，没说是哪一座，是你们自己想当然。掌柜们被噎住，只能将错就错。6皇子的宅邸，我出1万两，我出11000两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价格慢慢涨到15000两，便没人再价。6皇子的宅邸地段极佳，亭台楼阁，怎么也值5万两。你们这价太欺负人了。平时5万两没问题，可现在蛮族南下，京师乱成这样，
房子都在跌价。再说宅子被9000岁抄得一干二净，谁还敢高价买？九殿下，您要卖多少银子？这个数5万两。5万两，你们想得美！我要50万两，少1两都不卖。5万两，你们想得美！我要50万两，少1两都不卖。九皇子，你这是抢劫啊！抢劫哪有这么快？我这是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九殿下没诚意，这生意不做也罢。本想拉苏家一把，结果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告辞。守住大门！50万两银子，1两也不能少，不然谁也别想走。谁敢走，杀无赦！这疯女人真敢下死手！九殿下，咱们就耗着，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。外头有人已经传信给皇子们，明天你就等着吃不了兜着走吧。长夜漫漫，难得聚一回，来喝酒。李治斜靠在榻上，手握密信，嘴角带笑。杜氏跪在榻前，轻捶其腿。殿下何事让您发笑？魏勋抄家，倒贴60万两银子，天下还有比他更蠢的吗？可这丑事怎么传得满城风雨？难道不是魏公公自己泄的密？他为何要自暴其短？在旁人看来是丑事，在魏勋眼里却是功劳。他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征伐北蛮的军饷是他出的，将来好邀功请赏。爱妃果然聪慧，怪不得魏勋能权倾朝野。殿下，您也别太担心魏勋，只要给足好处，他自然会为您所用。只是打点上下，银子还是紧张。你父亲吞了苏家军的抚恤金还不够，还来找我要。六皇子造反牵连您，父亲花了不少银子替您摆平御史弹劾。我和老六早已断绝关系，他造反关我屁事。等我当了皇帝，定要杀光那帮御史。殿下息怒。四殿下，不好了！九皇子将8大商行掌柜软禁在苏家，逼他们出50万两银子买六皇子的宅子。好个老九，真是无法无天。正好母妃让我收拾他，这不机会就来了。殿下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九皇子以前什么样子，您不清楚，可他这次平息叛乱，得父皇嘉奖，母妃还特意提醒您小心他。他再会装，也不至于敢要50万两银子。九皇子敢如此，定有底气。魏公公抄家金额100万两，难道和这宅子有关？对了，老六承认谋逆时，交了100万两银子军饷，魏公公只搜出10万两，剩下的肯定藏在宅子密室里。那就是说，宅子里还藏着90万两银子。只要买下宅子，找到银子就能大赚一笔。可九皇子为何不自己找？藏得极深，魏勋都找不到，老九也没时间慢慢翻。可我买下宅子就能慢慢找，实在不行还能去赵玉问老六。50万两不是小数目，要不和父亲商量一下？赚钱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别告诉你爹。杜氏拗不过，只能取来银票。李治带着银票赶到苏府，掌柜们见到他如见救星，纷纷诉苦。四殿下，您可来了！九皇子强买强卖，太过分了。宅子最多值1万两，他却要50万。都退下，这里交给我。四哥，你来迟了，应当罚酒3杯。哈哈，九弟设宴不提前说，罚酒我认了。李治喝完酒，主动坐到李龙林身旁，勾肩搭背，装作亲热。四哥，平时你可没这么热情，有事直说吧。听说你奉父皇之命卖六弟的宅子，开价50万两。没错，1两都不能少。50万两银票，宅子我要了。四殿下，这宅子最多值1万两，您真出50万两，亏大了。你懂什么？主子办事哪轮得到你多嘴？有了这笔钱，苏家军有救了。四哥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其他皇兄要是也想买，怎么办？不如等他们来了，价高者得。夜都这么深了，其他人未必赶得上。那可说不准，咱们再等等。九弟，小时候我还带你掏过鸟窝呢，你忘了？当然记得，是你掏鸟窝被父皇抓了，结果赖到我头上，我还挨了一顿打。我再加5万两，这玉佩是父皇御赐，价值10万两，加上银票，至少70万两。既然四哥这么有诚意，那就便宜你了。李龙林收下银票和玉佩，毫不犹豫下逐客令。时间不早了，送客。诸位皇兄皇帝，对不住，你们来晚了。其他皇子得知内情，懊恼不已，悻悻离去。奶奶，你看，
这么多银子能买多少猪肉啊？你这丫头就知道吃。我是说，遗孀遗孤以后能吃上肉了。对，有了这些银子，大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九皇子，2场赌局我都输了，愿赌服输。从此我骆玉竹为你马首是瞻，我替苏家军谢过你的大恩大德。丫头还不下跪谢恩？九皇子是苏家的恩人，跪他。老太君、大嫂，快请起，这银子怎么花，咱们得好好商量。还能怎么花？当然是给遗孀遗孤一部分，剩下的重建苏家军。70万两看着多，真花起来很快就没了。没错，打造新军，银子根本不够，所以要把银子当本钱去做生意。只要生意做成了，钱就会不请自来。九皇子打算做什么生意？如今兵荒马乱，京师的生意可不好做。越乱越好。我打算拿50万两抄底，买商铺。商铺租不出去，必定亏本。你照我说的做，3个月内保证100倍1000倍赚回来。玉主领命。我呢？我干什么？你就带1000残兵上山砍树。砍树？现在又不是冬天。让你砍你就砍，别废话。你看看大嫂，再看看你。李龙鳞，你有种！武帝刚退朝归来，正准备歇息，魏勋端茶施礼。老九那边有消息吗？宅子卖出去了。禀万岁爷，昨夜九皇子已经把宅子卖了。这么快，价格应该不高吧？据说卖了70万两。你说多少？确实是70万两，消息传遍京师了。老六那破宅子70万两，谁买的？是四皇子。老四，哼，自作聪明，被老九耍得团团转。朕的儿子一个比一个不争气。万岁爷，九皇子不是还在吗？武帝想起李龙鳞，神色缓和。70万两里，朕还分2成。老九拿钱做什么？一早就派人收购南市商铺。现在商铺价格谷底，等捷报传来，必然回升。老九这是看好大夏的未来。皇上，北京战败，蛮族在下5成。张百征干什么吃的？军饷不是送到了吗？张将军避而不战，以死诱敌。只要保存实力，就有机会。不过北京战败，商铺更跌价，老九的钱全打水漂了。武帝满脸失望，彻底熄了立李龙鳞为太子的心思。北境战败的消息传遍京师，妇人逃亡，商铺贱卖，百姓惶恐。李龙鳞伏案画图，骆玉竹急匆匆进门。九皇子，北境又败，商铺跌得更狠，咱们这几天就亏了几万两，要不缓缓？大夏败了，正好发财的机会来了。你没疯吧？别问，照我说的买，价格合适就全收，一夜暴富就看这一次。骆玉竹无奈，只能照办。这九皇子越来越古怪了。李龙鳞端茶在门前赏景，忽听街头惊呼：算你识相，还知道给我端茶。这茶是我的啊，算了，反正迟早是一家人。素不错，就是太少了。我一人能扛几颗？残兵还在后头，马上就送到。有这些树差不多了。你让我们砍树，自己却在家偷懒。我忙了一天，画图纸呢。什么图纸？兵器还是铠甲？你这画的啥玩意儿？新型织布机能大大提升效率。织布机？你听不懂，找京师最好的木匠照图造出来就明白了。你现在方便带我去找木匠吗？方便，走，我带你去。不是去找木匠吗？这里就有京师最好的木匠。苏凤玲喊门，屋内传来清冷女声：“小妹，进来吧，别乱说话，惹怒二嫂神仙也救不了你。”好一个冰山美人！这臭男人是谁？二嫂，他是九皇子，皇上赐婚的。原来是九皇子那个蠢货。小妹，你真可怜，要嫁给这种男人，让他滚！我不和智商低的人说话。哼，原来是九皇子那个蠢货。小妹，你真可怜，要嫁给这种男人，
让他滚！我不和智商低的人说话。李龙林被龚书婉一句智商低对得脸色难看，苏凤玲赶紧拉着龚书婉在一旁里屋商议，回头还不忘叮嘱：“你千万别乱动二嫂的东西。”知道了。李龙林闲着无聊，随手把玩。这龚书婉气场太强了，不过这鲁班锁倒挺有意思。龚叔，难道是？这时，苏凤玲和龚书婉从里屋出来。九皇子，我已经说服二嫂帮你了。不就是一台织布机？看在你是苏家女婿的份上，我破例一次。李龙林，你干什么？不是说别乱动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东西对二嫂多重要？不就是个鲁班锁吗？小孩子玩意儿，有什么稀罕的？你懂什么？这是二嫂祖先鲁班的遗物。李龙林这才恍然，难怪龚书家是天下第一木匠，原来真是鲁班后人。鲁班锁不就是让人玩的？我又没弄坏，装回去不就得了？你以为这么简单？这七窍玲珑锁打开容易，装回去难。好了，你检查下。你完蛋了！我不是已经装回去了吗？你不知道，二嫂嫁进苏家1年多，还是处子身。龚叔家有规矩，只有能打开鲁班锁的男人才配传宗接代。二哥打不开，二嫂只能守寡。结果你给打开了。够了，小妹别胡说，龚叔家哪有这种规矩？你二哥为国捐躯，我为他守寡，心甘情愿。九皇子，你能复原七窍玲珑锁，说明你很聪明。我不和蠢人打交道，聪明人另当别论。你要我帮忙造织布机？正是。图纸呢？李龙林取出图纸摊开，龚书婉原本不屑，仔细一看，脸色骤变。这图纸真是你画的？是。二嫂，这图纸怎么了？是不是画得太烂？巧夺天工，惊为天人。二嫂，你没搞错吧？一台破织布机，至于吗？小妹你不懂，这台织布机设计极其精妙，效率至少是普通机器的5倍。二嫂果然识货。别拍马屁，你真是设计者，我有问题要问。龚书婉连问几个细节，李龙林对答如流。我可以造，用不了3天，1天就够。多谢二嫂。需要多少工钱？一家人还谈什么工钱？白嫖成功，舒服。那我明天来取。两人离开院子，李龙林回头发现龚书婉站在门口，神情复杂。二嫂，你还有事？你还不明白，二嫂就喜欢聪明人，看上你了呗。那你怎么办？大不了2女共侍一夫呗，反正我跟二嫂情同姐妹。你真的愿意？我就是试试你，敢打二嫂主意，我阉了你。你吃醋了吧？是不是爱上我了？滚！苏凤玲心跳加速，满脑子都是李龙林的影子。不会吧？我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？一定是被气的。骆玉竹回房，刚要脱衣，发现屋里坐着个人影。谁？大嫂，是我。大嫂，是我。你深夜来找我做什么？小妹要是知道，岂不是要吃醋？放心，凤玲喝多了，睡得死沉，肯定不知道我来找你。你有事直说吧，夜深人静，孤男寡女，总归不妥。大嫂，苏家现在就我一个男人，有些事还得请教你。除了二嫂龚书婉，我还有几个嫂嫂，她们都在家吗？除了我和龚书婉，还有三嫂孙清代，她医术高明，是远近闻名的神医，不过目前在山里采药，不在家。三嫂是神医，可惜不在，否则我还真有事想请教。以后有机会。还有四嫂柳如烟，她一直在府里，不过身份特殊，不方便多说。你最好别和她扯上关系。四嫂很神秘吗？我该去拜见一下吧。不必，听我一句劝，离她远点，省得招惹麻烦。夜深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李龙林躺在床上，脑海里回想着三嫂神医和四嫂神秘的身份，尤其对柳如烟充满好奇。苏家的女人都不简单。四嫂到底什么来头？不知不觉，他沉沉睡去。苏府今日格外安静，凤玲带人去西山砍树，骆玉竹外出收购商铺，老太君去庙里烧香，龚书婉忙着织布机，只有李龙林一人闲逛。
这日子太舒服了，比当皇帝强多了。他漫步到一处雅致楼榭，湖心凉亭传来阵阵琴声。谁在弹琴？这女人简直是画里走出来的仙子。她好看吗？肯定比你这母老虎好看。你们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见到四嫂就走不动道。她是四嫂柳如烟。没错，就是她。当年叫方丝花魁，天下第一美人，难怪名字耳熟。可她怎么会在苏家？四哥才华横溢，见了柳如烟就着了魔，还拿家里银子给她赎身。可爷爷奶奶嫌她出身不好，死活不同意。四哥以死相逼，才勉强答应。结果四哥战死，柳如烟就留在了苏家。那她现在算苏家媳妇吗？奶奶不认她，还总找她麻烦。听说打算把她赶走。赶走？她能去哪？还能去哪？大不了回教坊司呗。柳如烟命运多舛，若真被赶回教坊司，恐怕再无清白可言。公叔晚熬夜赶制的织布机终于完成，搬到院中。二嫂，太厉害了！你的图纸有几个地方太复杂，我改良了一下，效率更高，工序也简单。二嫂果然是鲁班后人。苏老太君和骆玉竹回府，见到织布机纷纷称奇。真有那么神？效率至少5倍，操作也简单。试试不就知道了。众女眷面面相觑，没人会女工。我倒是想起个人，精通女工，纺纱织布不在话下。谁？四嫂柳如烟。四嫂柳如烟。九皇子，柳如烟不是苏家人，你不准叫她四嫂。这矛盾比我想的还大。京城会女工的人多了去了，何必非要柳如烟？别扫了大家的兴。大嫂，这织布机还在测试阶段，消息要是泄露，发财的机会可就没了。柳如烟再怎么说也是自家人，总比外人靠谱。你说的有道理，织布机若是真有5倍效率，布匹生意肯定大变天，原料价格也得疯涨。我无所谓，柳如烟聪明，我只跟聪明人打交道。凤玲，你来决定，让不让柳如烟来？奶奶，九皇子说的有理，天都黑了，上哪儿找女工？不如让柳如烟试试，反正是粗活。哎，你这丫头，胳膊肘往外拐。罢了，就按九皇子说的办，让柳如烟来吧。果然要赶我走吗？四郎，你在天上看到了吗？苏家也容不下我。他悄悄攥紧怀里的剪刀，已做好最坏打算。右手里藏了什么？拿出来。好大的胆子，你居然想行刺老身！苏家养你这么久，你竟恩将仇报。怎么办？难道要说是自杀用的？谁会信？他正要捡起剪刀自尽，一只大手抢先一步拾起。四嫂，给你。李龙鳞，你干什么？他要行刺奶奶，你还把剪刀还给他？不就是把剪刀吗？至于这么紧张？四嫂做女工，带剪刀不是正常吗？四嫂，我说的对吧？是我考虑不周，吓到大家了。既然殿下为你求情，我就不计较了。区区剪刀，老身还不怕。多谢老太君，多谢殿下。请问怎么称呼？九皇子李龙鳞，凤玲的未婚夫。原来是草包老九，还给我写过打油诗呢。柳如烟心里对李龙鳞的好感瞬间消散，满是鄙夷。柳如烟，九皇子是苏家恩人，还被皇上封为征北将军。这样的草包也能当将军，难怪大夏节节败退。柳如烟和老太君矛盾根深蒂固，以后得想办法帮他们化解。老太君，天色不早，还是正事要紧。好，先办正事。四嫂，这是二嫂新造的织布机，我们都不会女工，请你试试。论女工刺绣，我从没输过谁。那就请四嫂试试吧。柳如烟坐到织布机前，一脸懵，机器复杂的让他手足无措。这九皇子是故意让我出丑，等着，我要揭穿你。殿下，这织布机奴家不会用，
能不能亲手教教奴家？九皇子，你还不快帮帮四嫂？男女授受不亲，四嫂是长辈，我不能坏了你的名节。殿下果然是正人君子。柳如烟一愣，心中疑惑，李龙鳞却面不改色。二嫂，还是你来教吧。我来。龚书婉耐心讲解，柳如烟聪明过人，很快掌握了操作。织布机飞快运转，布匹很快织出。柳如烟彻底震惊，众人也都目瞪口呆。柳如烟操作织布机，越看越震撼，忍不住感叹：二嫂，你太厉害了，居然能发明出这么先进的织布机。不是我，九皇子才是真正的发明人，我自愧不如。二嫂太谦虚了。九皇子不是废物吗？连二嫂都佩服他，难道我一直误会了？织布机确实厉害，但只靠一台，想发财太难了。一台不够，那就100台、1000台、10000台，只要规模够大，生意自然滚滚而来。原来你让凤玲去西山砍树是为了备材料，我还以为你故意为难我，没想到是有用意的。二嫂，造1000台织布机大概要多少钱？多久能做好？现在工匠不好找，成本高，工期也长，一台要100两银子，1000台就是10万两，工期得1年半载。才10万两？大嫂，把银票给二嫂，立刻开工。殿下，这可是你最后的银子了，要不先造几台试试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银子就是用来花的。这块玉佩拿去当铺，怎么也能换几万两。这可是皇上赐的玉佩，你真舍得？反正是赐给四哥的，父皇要怪也怪不到我头上。大嫂，棉麻现在便宜，你再收一批原材料，钱不够尽管说。好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殿下，我能不能留一台织布机？我愿意出工本费。四嫂，能说说理由吗？我每天弹琴画画早就腻了，想织布补贴家用，也算为苏家尽点力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柳如烟感动行礼，但这时苏老太君却把决定权交给李龙鳞。对不起，四嫂，我不能答应。九皇子，你太绝情了吧？非要把四嫂逼走吗？别说了，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。四嫂，你误会了，你女工这么好，只让你织布太可惜了。我想让你负责测试和完善织布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。确实需要不断改良。四嫂，你愿意吗？奴家多谢殿下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天色已晚，众人各自回房。苏凤玲想溜，被李龙鳞拦住。今天你可没少给我添乱，是不是吃醋了？才没有，我才不喜欢你们。苏凤玲借口帮柳如烟搬织布机，转身跑了。有趣的女人。李龙鳞起床，见骆玉竹焦急踱步。大嫂，早啊！殿下，出大事了。别急，慢慢说。我把钱全用来收棉麻了，今天是发抚恤金的日子，账上没钱了。小事，我让凤玲拿玉佩去当铺，肯定能换几万两，足够发抚恤金。多谢殿下，气死我了！那玉佩根本没人收，还说是假的。九皇子，你被四皇子坑了，这玉佩一文不值。九皇子，你被四皇子坑了，这玉佩一文不值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抚恤金怎么办？这玉佩玉质温润，做工精良，绝不可能是假的。你不信我，把二嫂叫来验一验不就知道了。好，我这就叫她过来。极品美玉，价值连城。还好，还好。小妹，明明是真的玉佩，你怎么说是假的？一定是那些奸商骗我，我这就去砸了他们的店铺。慢着，你这点小事都干不好。这样吧，我陪你一起去，保证能卖出10万两银子。你瞧不起我？殿下也是好心，午后姨姑们就要来领抚恤金了，银子再拿不到就麻烦了。那好吧，九皇子，咱们走。你毕竟是女孩子，抛头露面不方便，换上我的衣服乔装一下。谁稀罕你的臭衣服？我有男装，如何？我穿男装比你帅吧？像，确实像。像什么？你这气质，当然像宫里出来的。你说我像太监，你找死！你们别闹了，正事要紧，别让我找到机会，
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苏凤玲迈步走进聚宝斋，伙计们见到他，集体石化，暗自猜测他是不是宫里来的。这位爷看着有些面生啊。第一次来。宋掌柜认定他是宫里太监，态度更恭敬。您来小店有何贵干？一口价10万两银子。这玉佩太贵重，我拿不准。正好我家主子在，我拿去给他长长眼。去吧，敢耍花招，小心我砸了你的店。魏勋坐在太师椅上，脸色难看。听说四皇子花了70万买下了6皇子的宅子，就认定了是他坑了自己60万，暗自盘算一定要想办法报复回去。小人参见9000岁。起来吧，最近可有什么好东西？今日有人拿一块玉佩来卖，要价10万两。快拿来让我看看。魏勋一眼便认出了玉佩的来历。9000岁，这玉佩似乎是皇家之物。这是皇上的随身玉佩，你说呢？皇上的玉佩，那人肯定是从宫里偷出来的，穿得跟太监似的，看着就不像好人。你说谁不是好人？小人是说卖玉佩的人，分明不是男人。别慌，带我去见那人。苏家孤女苏凤玲，皇上赐婚给九皇子，她是九皇子的人。九皇子怎么搅和进来了？这下就对了。皇上若知道四皇子卖了玉佩，必定龙颜震怒。此时九皇子这么做，相当于将四皇子把柄送到我手上了。宋掌柜，去取15万两银票，送给苏凤玲，告诉她这玉佩咱家很喜欢。15万两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宋掌柜拿着厚厚一叠银票，送到苏凤玲面前。这位爷，那块玉佩我家主子很喜欢，这是15万两银子，您点点。这位爷，那块玉佩我家主子很喜欢，这是15万两银子，您点点。多少？15万两，不是10万吗？您没听错，15万，我家主子特意多给的。苏凤玲拿着银票，脑袋晕乎乎的离开聚宝斋。怎么样，成了没？成了，15万两银子，咱们发财了。两个男人在闹市街头抱在一起，引来路人侧目。快松开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丢死人了。你不是怕丢人吗？那我就让你更丢人。苏凤玲突然在李龙林脸上亲了一口，脸颊绯红，赶紧把银票塞进他怀里，转身逃走。完了，我的名声彻底毁了。九皇子龙阳之癖的消息瞬间传遍京师，百姓议论纷纷，八卦之魂被点燃。御林军战败的谣言反而无人关心。到底是何人以谣言乱我军心？查出来了吗？万岁爷，坊间有新传言，对朝廷极不利。是不是说蛮族打到京师了？不是，大家都在传九皇子在街上跟一个男人拥抱亲吻。皇上，九皇子太过分了，败坏皇族颜面，必须严惩，提贬为庶人。其实不少勋贵私下也有龙阳之癖，只是借机攻击李龙林。住口！你们这是要朕惩罚有功之臣，若不是老九闹出这事儿，谣言只会更疯狂，百姓、官吏、军队都要乱套。他虽是无心，但平息了谣言，这不是大功吗？九皇子是忠臣，天降灵儿，国之幸事。皇上，九皇子平息谣言是事实，但败坏风化也是事实，赏罚要分明。今晚宣老九入宫，查清楚，该赏赏，该罚罚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遗孀遗孤们排队等着领抚恤金，苏家女眷齐聚。殿下，听说玉佩卖了15万两。没错，15万两银票。请殿下亲自发放抚恤金吧。苏家军的抚恤金是多少？将领800两，总兵100两，骑兵70两，步兵50两，有军功令加20两。70两银子够用吗？其实遗孀每月只拿1两银子的补助，抚恤金苏家也发不起。1个月1两银子够生活吗？吃喝勉强够了。孩子能上私塾吗？能活下去就不错了，哪敢奢望读书。等你能上私塾，一定要好好读书。殿下，供孩子们上私塾，1个月3两银子，苏家也负担不起啊。15万两银子也只能撑几个月。大嫂，我的意思是，
让他们自己出上私塾的钱。九皇子，你还真是皇亲国戚，银子当白菜，他们哪来的钱？没钱可以做工赚啊。殿下，兵荒马乱，外头的活儿都没了，工价也低，赚不了几个钱。大嫂，你不是还愁招不到织布女工吗？这些遗孀不正合适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他们要是成了熟练工，1个月能赚4、5两银子，孩子上学也就不用愁了。对啊，这办法好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殿下说的对，这样苏家压力也小了，大家都能过得好。女眷们纷纷点头。苏凤玲还想反驳，遗孀们却抢着表态：愿意做工，织布我会。我手笨，但肯学。放心，新织布机很简单，培训一下就会。四嫂，你来教大家吧。我可以教他们。那就交给你了。柳如烟感激地看了李龙林一眼，心头暖暖的。苏家众人各自忙碌起来。柳如烟带着遗孀们学习织布，公叔晚招工匠造织布机，苏凤玲带人去西山砍木头，李龙林则悠闲地喝茶，享受片刻清闲。这日子，皇帝也不换啊。九殿下，万岁爷宣您即刻入宫。知道了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没事，父皇想我了，找我聊聊天。你们忙你们的。魏公公，实话告诉我，宫里到底怎么了？殿下，万岁爷雷霆大怒，您大祸临头了。魏勋把御书房的事一五一十告诉李龙林。人无伤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想自保，必须有兵权，重建苏家军才有活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坐。老九，朕宣你入宫，是要赏你大功。父皇，儿臣立功了。你略施小计，转移了谣言，平息了民心，这不是大功。武帝目光灼灼，等着李龙林承认。父皇，儿臣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巧合。要说功劳，也是父皇仁德感天动地。你不是故意的，那你真有龙阳之好，当街搂男人。儿臣知罪，但儿臣只喜欢女人，夜遇妻女，绝无龙阳之品。那街头搂抱亲吻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儿臣搂的并不是男人，而是儿臣的皇子妃苏凤玲，她女扮男装，闹了乌龙。原来如此，哈哈，老九，你连苏凤玲都能收服，颇有朕当年风采。原来如此，哈哈，老九，你连苏凤玲都能收服，颇有朕当年的风采。父皇，您才是老当益壮，儿臣哪敢跟您比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平息了谣言，立了大功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父皇，儿臣要银子。朝廷手头紧，银子难办，换个赏赐吧。那儿臣要爵位。无功不受勋，你没战功，朕要是硬给你爵位，文武百官都不服气。这样吧，朕册封你母妃林氏为贵妃，母凭子贵，也算给你赏赐了，如何？儿臣替母妃谢过父皇。皇上，册封柔妃为贵妃，恐怕不太妥当吧？哪里不妥？奴才没意见，就怕大臣们。朝堂的事他们管，后宫是朕的家事，他们也要管。朕的心意已决，谁劝都没用。奴才遵旨。李龙林快步起身，向武帝行礼告退，想着赶紧去长乐宫报喜。这儿子越来越像样了。万岁爷，四皇子李治在殿外跪着，说有天大的冤情。又是老四，真不能让朕消停一会儿。那不见，让他多跪会儿，朕吃点夜宵再见他。李治双膝跪地，脸色难看，心里越想越气。四殿下，万岁爷宣你入殿。李治进殿，立刻跪地嚎啕大哭。父皇，儿臣有天大的冤情，你要为儿臣做主啊！什么冤情？是老九这混账骗了儿臣70万两银子。怎么骗的？他骗我用70万两买了老六的宅子。签契约了吗？签了。老九逼你签的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白纸黑字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这怎么能叫骗？父皇不是要收拾老九吗？怎么处处帮他说话？父皇，老九用卑鄙手段骗我。什么手段？说来听听。李治把夜宴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
请父皇为儿臣做主，严惩老九。混账！朕怎么有你这样的蠢儿子？父皇，我是老四，不是老九啊。打的就是你，你蠢贪心才会上当。亏朕还想过立你为太子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上了老九的当，不是因为蠢，是因为父皇是魏公公，他跟老九串通陷害我。真有此事？你最近跟老九走得很近。万岁爷，冤枉啊！奴才对您忠心耿耿，奴才可是把林贵妃赶出长乐宫的。起来吧，朕信你，但以后别跟任何皇子走太近，明白吗？奴才明白。自己蠢还污蔑别人，滚回去闭门反省。万岁爷，有件事跟四皇子有关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老四还有事，说吧。万岁爷，这东西您认得吗？这是朕的随身玉佩。奴才今日在珠宝行见到，重金买下。至于为何会在珠宝行，奴才就不知道了。奴才今日在珠宝行见到，重金买下。至于为何会在珠宝行，奴才就不知道了。老四，朕赐你的玉佩怎么会出现在珠宝行？父皇，儿臣。四皇子缺钱，连皇上御赐的玉佩都卖了换银子。你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你是皇子，衣食无忧。是啊，四皇子，你到底缺银子做什么？听说你前阵子还偷偷去赵狱，跟六皇子密谈。武帝脑中浮现种种猜测，脸色愈发阴沉。来人，把这逆子拖出去，刑杖40，朝死里打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玉佩是给了老九抵银子，不是卖的，是老九卖的。死到临头还敢泼脏水，给我拖下去！李治的惨叫声渐行渐远，血肉模糊，生死未卜。皇上息怒啊！四皇子若有3长2短，天下人都会说皇上凉薄。等他伤好，朕再跟他算账。皇上已经给了台阶下，快把四皇子抬回去救人。李治昏迷1天1夜，终于醒来，杜氏和秦贵妃守在床前。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要是您有个3长2短，妾身也不活了。儿子，你醒了，都是老九害你，还有那柔妃，竟被册封为贵妃，跟魏娘平起平坐。李治听到柔妃被封贵妃，气得伤口崩裂，鲜血浸湿衣衫。大夫，快来！四皇子切勿动怒。老九这混蛋欺我，辱我母亲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都出去，我要和殿下单独说话。疼吗？疼。岳丈，别按了。记住这份痛苦，将来100倍讨回来。我一定让老九碎尸万段。你还不明白，害你的人不是老九，是魏勋。对，是魏勋那烟狗陷害我，他和老九是一伙的。九皇子只是魏勋的棋子，既然魏勋先下手为强，那这就是朝臣和阉党的斗争。你放心，老夫和清流大臣都会支持你一起除阉党，清君侧。岳丈，你要起兵造反？造反不必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用权谋就能让魏勋死无葬身之地。那该怎么做？先处李隆林，拔了魏勋的獠牙。我会安排御史弹劾李隆林，让他焦头烂额。等他倒台，林贵妃就失宠，到时秦贵妃随便找个由头，就能把林贵妃打入冷宫。好，岳丈，您果然老谋深算。不过这事要花不少银子，殿下只要能除了李隆林，多少钱我都给。有殿下这句话，老夫就放心了。李隆林见苏凤玲守着一盏孤灯，靠在桌前打瞌睡。是谁？还能有谁？李郎君啊，你怎么还不回房睡觉？要你管！李隆林刚听说四皇子被打得半死，却没放在心上，依旧在院里闲逛。李隆林，我们一群女人忙得团团转，你一个大男人居然偷懒！你懂啥？我是动脑子的，跟你这种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可不一样。你说谁头脑简单？找打！老太君救命啊！苏凤玲要谋杀亲夫。李隆林，今天不收拾你，我就不姓苏。院子里鸡飞狗叫，
众一双围观议论，都觉得李龙林太惨了。你们俩又闹什么？家丑不可外扬，别让人看咱们苏家的笑话。奶奶，我知错了。你们要是没事儿干，就去布庄帮忙。大嫂温柔多了，正好去店里看看。她去我就不去，我累死了。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奶奶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布庄门可罗雀，骆玉竹独自坐在柜台后发愁。殿下，小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太君说店里忙，让我们来帮忙，生意咋样？一天过去，一单生意都没有。不好，不比百姓自访的好多了。那是价格太高，别人100文，咱们80文，已经没利润了。那为啥没人买？有人放谣言说咱们的布质量差，才卖的便宜。是谁？我去砸了他们铺子。别冲动，是8大商行联手打压咱们。就算8大商行联手，也不可能垄断所有生意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北蛮南下，京师市场萎缩，剩下的份额被8大商行牢牢把持。除非北蛮退兵，否则苏家必死无疑。大嫂，那怎么办？只能停产，减少损失，否则1个月就得倾家荡产。可遗孀们还等着工钱养家呢。我也没办法。不，我觉得苏家一定能绝处逢生。咱们不仅不能停产，还得扩大规模。殿下，你疯了？都没顾客了，还扩大？大嫂，你太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这里有我和凤玲。大嫂，放心，有我在。那我回去歇会儿，有事叫我。店里只剩李龙林和苏凤玲，苏凤玲招揽半天没人理，心里有些灰。你也不帮忙，还偷懒。我是在等时机。啥时机？发财的时机很快就到。武帝用过午膳，问魏勋老酒的生意。九皇子的布庄生意停了，做不下去了。这点小生意能赚啥？他也不争气。宰相刚上奏，说北境来了10万流民，请朝廷拨款安置。10万人，怎么不早说？快召内阁大臣来议。大臣们纷纷进宫，表面拥护，实则都伸手要银子。朝廷有难处，只能划地安置流民，银子慢慢想办法。大臣们点头告退。武帝气得咬牙，独自去抬庙。列祖列宗在上，若大夏真亡，非朕之过，群臣勿朕啊！春日午后，苏家布庄冷冷清清，李龙林和苏凤玲百无聊赖地坐在柜台后嗑瓜子。今天忙活一天，就卖出去1匹布，才赚5文钱。啥时候才能攒够钱重建苏家军啊？快了，别急。店家，你们是卖布的吗？你是来买布的。来，把瓜子尝尝。不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关门放狗。好不容易来了个客人，别让他跑了。想跑，先过我这关。这里是天子脚下，你们敢行凶，不怕王法吗？你也不打听我是谁？小爷是九皇子李龙林。九皇子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饶命。少废话，你来干啥？小人想买匹布做衣服。那你还不快去挑？刘根生战战兢兢摸了摸布，发现质量极好，心里更慌。这布多少钱？80。多少？80两银子。80文钱，少1文都不行。对，少1文都别想走。刘根生赶紧掏出80文，刚想跑，被苏凤玲一把拽住。慌啥？布还没拿呢。刘根生回到营地，乡亲们围上来。根生，这布不错啊，多少钱买的？80文。乡亲们一听，顿时炸锅，纷纷表示要去苏家布庄买布。骆玉竹刚睡下，伙计急匆匆来报：大少奶奶，不好了！我看见大小姐和九皇子在店里强买强卖，把客人吓跪了。速备车，看看你们干的好事，强买强卖，砸了苏家招牌，你们才满意。大嫂，这不怪我，都是李龙林让我这么做的。你还敢推锅？殿下是什么人，我还不清楚。大嫂，这事确实是我吩咐的，一切责任我担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非常之时，
行非常之事。苏家要破局，就得用非常手段。那你赚了多少？把钱给大嫂看看。就这些。骆玉竹看着手里的80文，哭笑不得。忽然外头传来嘈杂声，几百流民涌到门口。就是这家，他们2个人化成灰我都认得。客官，刚才是我们不对，可这是天子脚下，闹事要吃官司的。我们花钱买布，犯王法吗？不犯。乡亲们，冲啊！这不太好了，才80文，老板是不是脑袋有毛病？快买啊，天快黑了。我要2匹。这也太夸张了，怎么突然这么多人？我也懵了，明明刚才还没人。队伍排成长龙，南市和西市都传开了苏家布庄爆火的消息。8大商行掌柜赶来，见到人潮汹涌，脸色难看。你们这些外乡人还不知道吧？知道啥？这布庄的幕后老板就是九皇子李龙鳞。这个我知道，可你们不知道，九皇子有龙阳之好，喜欢男人，还在大街上跟男人卿卿我我，简直有伤风化。流民们听得目瞪口呆，北京人淳朴，这消息直接颠覆三观。九皇子，你真喜欢男人？要是这样，这布我们可不买了。瞧你干的好事，我哪知道会闹这么大，我就是一时冲动。小妹，事到如今，只能你站出来澄清，不然苏家和九皇子的名声都毁了。不行啊，让我承认主动亲了李龙鳞，太丢人了。小野喜不喜欢男人，关你们屁事！你们爱买不买，反正我卖1匹布还要倒亏20文钱。这人怎么这么欠揍？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没见过这么坏的人。天下第一大恶人，天下第一大恶人。对付恶人怎么办？流民们犹豫，这里是京师，不能动手。每卖1匹布，九皇子就亏20文，咱们疯狂买，亏死他。对，我要5匹，我要10匹，让九皇子倾家荡产。别买了，再买我真要露宿街头了。求你们给我留点勾栏听曲的钱吧。九皇子，你不是嚣张吗？大家加油买，让他进勾栏卖销还债。还能这样做生意，名声越臭，卖得越快。1个时辰后，布庄存货卖空。明天还有货，你们千万别来买了，再买我真要跳河了。你敢开门，我就敢买。明天围观皇子跳河。流民们心满意足离去。8大商行掌柜们傻眼。苏家布庄关门后，骆玉竹开心地数着钱。大嫂，快算算赚了多少？1匹布5文利润，今天卖了1000匹，才5两银子。1天才5两，1个月才150两，还没算租金和人工，真请伙计就要亏钱。完了，真亏钱。殿下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要不提价？大嫂，你想过为什么流民来买布吗？不是因为你名声臭，本质上是布物美价廉，他们买得起，提价他们就买不起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天天亏钱吧？很简单，降价，1匹布再降5文，女工按件计工钱，质量好再多给1成奖励。原料只用最好的棉花，南市沿街再开10家布庄，苏家军遗孤优先做伙计，工钱也开高点。骆玉竹彻底惊呆，李龙鳞这是在做慈善。大嫂，你相信我，按我说的做，1个月内保证赚得盆满钵满，3个月就能重建苏家郡。既然苏家都上了你的贼船，只能闭眼一条道走到黑。希望殿下你别辜负苏家。李龙鳞忙碌一天，刚吃完晚饭，正准备休息，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苏凤玲身穿红裙，俏生生走进来。你想干嘛？老太君就在隔壁，你要是图谋不轨，我可要喊人了。你胡说八道，谁要对你图谋不轨？我又不是女土匪。那你大晚上跑我屋里干嘛？我是来道歉的。怪不得打扮得这么漂亮，原来是想用美人计。那你过来点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也知道咱们还没拜堂成亲啊，那你怎么敢在大街上亲我？现在全京师都说我喜欢男人，你知道我名声多惨吗？还不快点过来，尽点夫妻本分，给我捏肩捶背。您说的夫妻本分就是捏肩捶背，不然呢？你还想歪了？呸！哎呦，真舒服！你力气太小了，再用点劲。来，捏脚。
李龙鳞，你别太过分，我就算嫁你，也是妻子，不是丫鬟，谁要捏你臭脚？这虎妞脾气真大，想驯服她还得慢慢来。算了，看在你认错的份上，这事就不计较了。你就这么原谅我了？可你的名誉怎么办？要不我把真相说出去，帮你恢复名声。你说了也没人信，反而越描越黑，名声臭点也没啥。天下第一大恶人比京师第一纨绔还响亮呢。可我不帮你做点什么，心里过不去。那你来捏脚。滚！我说正事呢。别哭，正好有事让你帮忙。什么事？八大商行这么打压苏家，这口气你咽得下？当然咽不下。可我们能怎么办？报仇不隔夜，我要反击，让八大商行和背后的皇子们付出代价。好，我这就去砸他们店铺。你怎么老想着打打杀杀？你要是敢砸店，明天大臣就能把奏书递到父皇那儿弹劾咱们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让他们一直耍阴招吧？他们阴我们，我们也阴他们。你去军中散布我有龙阳之好，强抢民女，欺压百姓，贪赃枉法，陷害忠良的谣言，越难听越好。你还嫌自己名声不够臭？你可是征北将军啊！山人自有妙计，要么捏脚，要么帮我败坏名声，你选吧。第二天一早，苏凤玲安排下，李龙鳞的恶名在军中传开，连城防军和禁卫军都在议论。奸细查出来了吗？还没抓到，但有些眉目。九皇子的谣言现在军中传得最凶。老九名声本来就臭，民间传无所谓，军中却不行。奴才查到，八大商行的掌柜曾公开诋毁九皇子，之后军中谣言四起，这其中恐怕有关联。而且这八大商行的背后是8位皇子。八大商行背后是8位皇子，最近老九风头太盛，他们联手打压也正常，但现在国难当头，还搞这些小动作，简直愚蠢。下个月太后大寿，皇子们都会回来，陛下可趁机敲打他们。有理，但那些奸商我一天都忍不了。魏勋，立刻查封八大商行，把人全抓起来，银子也都抄了，正好安置流民。遵旨，遵旨。查封八大商行，银子有了，流民也能安置，朕真是个天才。老九果然是朕的福将，但圣眷太盛，容易招人妒忌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不能太张扬。摆驾长乐宫，朕要见柔妃。万岁爷，柔妃娘娘如今已是林贵妃。对对，最近事儿多，朕都糊涂了。你去取一枚极品南珠，朕要送给他。万岁爷，还有一件事，跟九皇子有关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什么事？御史岳山弹劾九皇子，递了奏书。奏书拿来。岳山，朕钦点的状元，文笔倒是漂亮，可这弹劾竟是捕风捉影，没半点实据。那万岁爷如何处置？留中不发，以后别再提了。起驾去长乐宫。林贵妃正在修剪花草，听闻武帝驾到，连忙迎上。臣妾有罪，没教好皇儿，让他染上龙阳之癖，求皇上恕罪。爱妃，那都是谣言，老九根本不喜欢男人，你别担心，朕已经查明，造谣的人都抓了。真的，臣妾为这事哭了好几晚。千真万确，你受苦了，这南珠送你，全当补偿。臣妾从未怪过皇上。朕今晚留宿长乐宫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奴才遵旨。苏家不庄门庭若市，百姓蜂拥抢购，气氛热烈。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厉害个屁！你现在名声比狗屎还臭，百姓都是来报复你，才抢着买布。黑猫白猫，能抓老鼠就是好猫，生意火爆就行，管他用什么法子。九皇子，这次我支持小妹，商议有道，不能不择手段。你现在钱没赚到，口碑也坏了，八大商行一反击，咱们还是竹篮打水。对啊，你让我去军中传谣，我照办了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跟八大商行有啥关系？你们慢慢看吧。九皇子
大少奶奶、大小姐出大事了！又怎么了？快说！不是咱们，是八大商行，衙门的人带走了掌柜和伙计，商行也被查封，货物贴了封条。为什么？总得有个理由吧？衙门说掌柜们是蛮族奸细，四处造谣，企图谋逆。九皇子的谣言也是他们编的，城门口已经贴出皇榜，为九皇子证明。九皇子，我服了，不就是耍阴招吗？八大商行倒了，咱们也没多赚1两银子，反而亏得更多。小妹你不懂，八大商行被查封，市场全归咱们，到时候随时能提价。对啊，九皇子，现在是不是要涨价了？不，咱们还要再降5文钱。八大商行只是暂时查封，皇子们求情后很快会恢复。你是想趁这空档期用最低价占领市场？大嫂果然聪明。李龙林，你是不是找打？小妹别闹，正事要紧。九皇子，布价这么低，商人肯定会来囤货，咱们存货不多，3天就卖光了。明天起限购，1人1天最多买1匹布。工房加钱加班，女工多招人，工钱再涨2成。不行，照你这么搞，10个苏家都不够亏。咱们到底亏了多少银子？具体没算，至少1000两。可我一晚就从四皇子手里赚了70万两，1天亏1000两，也能亏2年。可你那些银子不是买了店铺，就是买了棉花，全变不了现，再有钱也耗不住。朝廷现在不也是入不敷出吗？朝廷真没银子？没有，不然皇上也不用发愁。大夏300年，财富去哪了？百姓有吗？没有，百姓穷得叮当响，啥都没有。银子都在士族豪门手里，他们吸干了大夏。殿下慎言。这谁不知道？那些纨绔一掷千金，钱都是民脂民膏。父皇问我做什么生意，我说布匹，他立刻不信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有钱人一辈子穿不了几身绫罗，咱们做棉布卖给百姓，可百姓有几个钱？城外10万流民加起来也没70万两。没有。所以做百姓生意是发不了财的，想赚钱只能做富人生意。我现在做的就是劫富济贫。劫富济贫，听着就带劲。殿下，你说的对，可我真看不出来你是在劫富济贫。你很快就会明白了。骆玉竹担心苏家被折腾破产，又想李龙林买了那么多店铺，撑几年没问题。大嫂，遗孀们安置的怎么样？孩子都去私塾了吗？托殿下福，很多遗孀跟着柳如烟学纺织，手快的1个月能赚3、4两，孩子也能读书，手笨的也能去店里当伙计。不错，我的努力没白费。但还有些伤残的，织不了布，也干不了伙计，日子还是难。帮人帮到底。男士的店铺，你挑些小的，免费租给他们，让他们做点小生意。骆玉竹没想到李龙林真舍得免费给一雇用店铺。原来九皇子也有侠义心肠，竟然有点帅。八大商行被查封，李龙林名声大起，却也招来朝堂文官、皇子与阉党的共同针对。御史岳山弹劾九皇子欺压遗孤，武帝心生疑虑。与此同时，京城的奸细仍未查明，暗中搅动风云。李龙林能否自证清白，并揪出真正的幕后黑手，一切尚未揭晓。